边缘的纹饰，它现在不是讲你看黑白这个日升塔，非常4点钟位置跟10点钟位置是2点钟位置跟1点钟位置是把2个地方刻意展示给大家看，就是这个精神的所在。这是一个文章，就中间有一个文章的文章，把2条线对不起。好了，房东来到了伦敦以后，老布莱克，跟他这个关系非常好啊，对，把自己孩子的遗物给他回来给他呈现，并且呢，把他带到去一些地方去玩啊，带到地方去参观，包括去访问了一个英国的皇家学会。那皇家学会不看展览的话，先提问，有了解过这个学会吗？中科院。对，什么都知道，这么厉害，不是托儿，都不是托儿，不认识他的，真的是，就是像牛顿啊那些我们很熟悉的一些，都是在这个学会里面的。然后爱因斯坦啊、达尔文这些，所以呢，戴安造反，你看，戴安造反了以后呢，有什么好去讨论的？是有一些文化交流、科学交流，对不对？啊，并且呢，因为他们带出的很多种子呢，在英国是一根落地，对不起，这里又出现一个有趣的一个秋园。那秋园后面有个场景啊，大家看到这个场景呢，可能大家熟悉的地方是秋园，秋园相当于换人，我也说对。我准备了。都在秋园能生根发芽啊，现在还有秋园还有，并且呢，你看还有一座中式的塔。现在还有这个中式塔呢，是英国人啊根据中国就是东方神秘的东方的时候呢，在这里是在伦敦的球员修建了一个中式的塔。那现在很多考古学者认为这个塔是仿造的，可能是我们的南京的那个大高丽寺塔，或者是我们广州的塔都塔这个形制，可能样子很像，但是又不完全像。这大家如果有去伦敦参观的时候，可以去参观一下看一看。好，这边请。这个场景非常有趣哦。像不像我们好像准备的都是，这就是伦敦冰湾上这跟很多热带植物，一个其实是地中海式的气候，所以呢，一般植物呢都是比较耐寒的，但是你看像东南亚、南亚赤道周围的植物呢，在伦敦是没有办法吃的，但是太牛了嘛，英国对不对？那时候是日不落帝国，所以四处去抢夺，四处把一些很多的一些植物啊东西都带回去了。但是它怎么去保存呢？于是就有温室产生了。所以温室最早这是在英国出来的。好，这边请。刚才说到布莱克的有很多好朋友啊，然后呢教他植物科学画怎么画怎么修改，这3位就是他的好朋友们啊，包括索兰德、巴克斯，还有这个钱伯斯。这些呢都是他的朋友，像这个老班啊，巴克斯我最喜欢的一位，很牛。为什么呢？第一，他也是一个刚才说的一个皇家协会的一个会员，同时呢，第一次环太平洋考察参加了。这个牛啊，这个库克船长这个第一次环太平洋的一个考察，发现什么？达尔文，应该是达尔文吧？发现什么啊？这0分。发现了新西兰、澳洲啊，对，第一次发现，所以他很多次环太平洋，所以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他能参加这么一个有钱人的活动，就是环太平洋考察的，证明这些身份的不平凡，同时他有一定的一个在社会上影响力，同时在学术领域有自己的地位的常才。好，进往后面参观。我前面没有听那个我们的老师给我们介绍这个植物科学化的时间有多长，知道吗？起码得10年8年吧。吹水，200多年的历史啊。那200多年历史为什么能保存这么好呢？它用了什么颜料？颜料好，同时呢，因为它保存的也好，因为这批画现在保存在美国。对，原件200多年的原件，但是在中国广州或香港、澳门，广州或者澳门画的，广州或者澳门，有些是
明确标注是马靠，在马靠，对，就在澳门画，对不对？有些是在广州，但是它颜料是用的好，同时呢，因为它从你看杭东把它带回了伦敦，那伦敦基本上没有什么这个太大的战乱，然后呢，后来这个加州广州好像是后来就通过就拍卖去了。好，这边请。那黄东在伦敦的际遇非常有趣，怎么有趣？你看看啊。那老布莱克呢，肯定是四处带他去走访这，去拜访这，然后呢，让他文化的交流。那他来到了一家那跟这位老太太呢就交朋友聊天。好，我们看看这个符号非常有趣的符号啊，这是一封信，是老太太写的一封信，上面有3个符号，大家能看的是什么内容吗？懂了，左行啊，开始做那个颈椎的操了，开始在做了啊，这样看了，对的，看到没有？黄亚东，这样看啊，看到没有？黄亚东，其实我们可以想象这种场景啊，老太太坐在那餐桌的那一头，小黄呢坐在这一头，那就是说，sign your name，把你的名字写出来看一看 ，OK。如果你是在对晒他自己的那个名字哦，好不好？然后就写完以后，那老太太在那一方面看，我也学习一下，就照样画葫芦，就把他的名字写反了，对不对？我们从这个小场景看得出来，其实呢，西方的人对我们神秘的东方的文化是非常感兴趣的。还有一个，你看，再看看这一个哈，这里也是。英国经常是当时在四处的去购买啊，或者是抢夺啊，把我们中国的一些瓷器拿去带回了伦敦。你看他收藏了很多，他的好朋友在这个公爵夫人，他收藏了很多。那瓷器底部有什么款式，对不对？像成化的、万历的，对不对？但是他知道这个是什么时候的呀？究竟是1000年还是2000年呢？不知道。于是，请教东方来的这位贵宾了。我们黄东也是一个非常好学的一个孩子，对不对？于是他就通过他自己的学习，大概推算出时间，大概的时间。他推算时间跟我们真实时间的相差呢，其实就是3到2、3年这个，所以非常的接近，非常接近。也佐证了这个孩子呢，对我们是疯狂学习，同时呢，也是能为当时候的一些东西方文化交流提起作用啊，作用。好，再往这边请。我们看到这幅油画，有印象吗？这幅油画的它的头部是不是我们的续听的时候的那一幅啊？拿一把扇，好了。看到这幅油画的时候呢，先介绍一下它背景。油画写实，西方的油画是很写实，因为把一个人呢就跟照相机一样哈。它是伦敦首任的国家皇家美术院的院长雷诺兹画的，为皇族作画已经落英国皇家美术学院首任著名的肖像画家雷诺兹画很多图像。那一个这么高级别的一个画家为黄东这么一个4载画画，是不是感觉上有一点不可思议啊？对不对？那就感谢谁？肯定感谢是老布莱克，对吧？好了，故事有时候来到这里，大家会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是怎么样的呢？他穿的什么衣服？清朝的官员穿，对不对？戴了官帽，还有一个袋子放进去，还有坐在那盘腿而坐。那我相信老布莱克介绍这份东方神秘的课，一定是有一个比较高级态的去介绍，像他的朋友，包括他伯爵夫人什么的一老太太那个说，这是一个东方的有身份地位的人，对吧？他肯定不会说，这是一个4载，我儿子的一个马仔，他肯定不会。是东方的那个贵宾，一个圣人，他是在东方做大生意的，对不对？我们现在说这个商业互吹，所以当然他也很能，你看，他也能做了很多事情，为能计算那个时间，又有很多学问，所以呢，那个院长都可能为他作画，这也是当时有很多人小小的大的背景，因为中国人东方人去到西方的确很困难，生活也很苦，对不对？他是为了赚钱去，但是去到那地方
他要到自身的这个修为提高，才能得到当地的认可。就是后来他回国以后，这边再看看，他回国以后，这是我们找到了发现最后的一封信，他写给刚才说的那个老班克斯爵士的一封信，他说就感谢他当时的接待啊或者怎么样，同时呢也送上了一些中国的礼物给他，并且希望你看若能为先生效劳，当随时同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还是愿意跟这些朋友交往、做生意。说白一句就是谋生嘛，对不对？也能做生意，并且他自己也写了一首很漂亮的一些英文书写英文。好，这边请。那最后一部分，一丢丢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还可以等会儿，小心这里来看一看整个黄东我们这个展览的一个回顾，跟就我们策展人我们的陈教授对这一个展览的一些看法，还有一些想法啊。等会儿大家再看，最后这里这个结语这部分我想跟大家更多的分享一下。好，刚才说的一个题目，这个展个叫什么？一个清代四载的，对不对？清代四载，这种四载呢，是相当于洗头、洗宅四载，对不对？那黄东这是一个小人物，现在大时代，在18世纪、19世纪，我们中国当时是第一通商的，对不对？在欧洲加上这个通商越来越高。那成千上万。黄东这类似的一个时代，他们都远坚决，他们有很多人也像黄东一样走出去，包括我们找到的资料，包括一些信件、文件，有很多类似黄东。那这些黄东除了为了生活以外，他有没有一些历史的思考？有没有其他一些历史史？他能做什么？除了一个谋生，他让西方认识民族，包括你看，刚才有一位说那个衡山上会的时候，太子殿那一块有没有拍那个？请这个布莱克去示范，感受一下东方的文化。哎，他画这么多植物和水花带，因为他没见过，或是想了解一下东方植物，带水是植物，对不对？包括刚才说的什么成化呀、红橙啊、万历什么年，其实西方人是很想了解我们东方，对不对？没有渠道，没有手机，没有电话，没有internet，对不对？但是有很多类似像黄东这些小人物，哎，他们去谋生，去换教，再到去当地谋生，并且大家是听说是文化教育。我个人是从文化教育这个角度去看黄东这个小人物大时代的问题。因为只有了这些黄宗人不断的走出去，把东方的文化带出去，所以也让更多的西方人了解。当然，他们的了解是有限的。其实现在更多的是大方面去了解。我们广州自先秦的时候2000多年也是世界文化园地之一，很多文化交流都是由广州出去。所以，通过黄东这个展览，也是我们的策展人想让大家更好的去理解18世纪、19世纪这些小人物能给我们这些文化带来的桥梁渠道作用。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在无论未来我们在世界变化之中，包括一些外部环境，现在很多人说外部条件不好，经济不好。就是人家坚定自己的文化基础。其实中国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都是一个非常棒的，所以要坚定自己的文化自信，同时世界都是美好的，这是也是我们策展